大家好，我是阿芳。谈及糯米，相信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。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过年用来包粽子或者制作年糕、汤圆、糍粑等美食，它的用途非常广泛。然而，很多人在挑选时，第一步就已经出错了。当我们去购买糯米，总会看到有两种摆放在一起，一种是长粒的，一种是圆粒的。商家是为了让消费者多一种选择，却也导致了很多人的选择困难，尤其是年轻一辈。那圆糯米和长糯米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原来差异还挺大的，难怪做出的美食不地道。原来是弄错了米，弄清楚以后千万别再买错了。差别好大。先来说一说圆糯米，它又叫北方糯米、圆浆米、京糯，外观又短又圆，色泽洁白，香味浓郁。此种糯米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蒸煮熟后不容易反生，比长糯米光泽度更亮，口感更软糯细腻。因此，很多厨师在制作一些点心美食时，都喜欢用到圆粒糯米，像是年糕、汤圆、麻薯、甜粽，放凉了以后吃它还是软糯的。但是注意，如果制作以下的菜品时，推荐使用长粒糯米。接着我们再说说长粒糯米，主产地为南方，又叫鲜糯。长粒糯米硬度更高，口感带有嚼劲，但是做熟之后容易反生，质地会比较硬，因此在制作一些讲究外形的菜品时，也就更有优势，比如糯米饭、烧麦、珍珠丸子、咸粽等。用长粒糯米更容易塑形，不易变形，粒粒分明。长粒糯米包的粽子和做的糍粑要趁热吃掉哦，不然凉了口感会变硬。价格上，长糯米通常都比圆糯米略贵，但营养价值差别并不大。长糯米和圆糯米同时都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、钙、磷、铁、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B2、烟酸及淀粉等营养物质。下面咱们来看看如何购买到新鲜优质的糯米，以及如何快速辨别糯米的品质优劣。首先，第一步，看颜色。不论是长粒还是圆粒，正常的糯米会呈现出乳白色或略带淡黄色的光泽，没有杂质。如果糯米颜色灰暗，且米粒上有黑点，可能是发霉的迹象，那就说明已经不新鲜了。如果发现糯米中有半透明的米粒，那就是掺了钾，因为大米和糯米的口感相差还是蛮大的，掺杂了大米的糯米吃起来是很差的，因为大米和糯米的口感根本不一样。建议大家这种糯米不要买。第二步，看外形。新鲜的糯米外形饱满，而且大小非常均匀，颗粒完整。如果我们在购买的时候用手捏一捏，发现手上的都是碎糯米，那就是已经放了很久了，也不建议大家购买。第三步，闻味道。鼻子前闻一闻，新鲜的糯米会散发出淡淡的米香味以及稻香味。如果糯米闻着有少许的酸味或者是馊味，这样的糯米发过霉，就说明保存的时间比较长了，最好不要购买了。春节即将到来，很多年货都要用到糯米来制作，每次节气的时候，我们也都会多买一些糯米，以备不时之需。那剩下来的糯米，我们该如何保存，才能够长时间的保持新鲜呢？首先，推荐第一个方法。真空保存，把米装在食品塑料袋内，抽除袋内的氧气，既可以防止潮化，又能防虫，延长保存时间，同时也能最大程度的防止糯米出现发霉变质等问题。第二个方法，找来一个透气性比较好的，像这样的洗碗池过滤网或布袋之类的，然后我们往里边加入少许的花椒粒。花椒的刺激性味道是米虫最讨厌的，所以花椒有很好的驱虫作用，堪称米虫的克星。然后打个结，把花椒放入糯米中，扎紧口袋，把它放在避光，
阴凉、干燥的地方，如干燥柜、风干处或通风良好的储藏室中保存起来。万一如果您家里既没有花椒粒，也没有专门的真空包装设备，我们还可以这样，那就是直接将糯米放入冰箱中，即可延长保存时间。当温度低于10°C时，不利于细菌的生长繁殖，同时大米的呼吸作用会受到抑制，从而达到保鲜的目的。但是要注意避免接触到水分。最后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切记不能拿糯米去暴晒，因为米越晒越生虫。切记不能把糯米放在温度太高的地方，不然会导致糯米发黄的哦。今天分享的知识，您都记住了吗？如果你感觉这些说的对，可以在评论区里打上个赞同。如果还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，也可以收藏后呢，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看看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有用的视频。最后，希望大家可以长按点赞3秒支持我一下，谢谢你关注我，传播正能量，咱们下期视频见。